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是：血压140/90以上就是高血压吗？医生说实话，很多人被误诊为高血压。一天早上，李阿姨在家中坐着，突然感到头晕目眩，老伴立即拿出家用血压计来进行测量，结果显示血压达到了150/95毫米汞柱，这个数字让他俩都感到震惊。李阿姨平时身体健康，从没有想过自己会有高血压的问题。他们赶紧前往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在医院，医生对李阿姨进行了多次的血压测量，并建议她进行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结果显示，李阿姨的血压在大部分的时间内是正常的，只是在特定的情况下才会升高。长期以来，人们习惯性地认为血压达到了140/90毫米汞柱以及以上即为高血压。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医学专家开始对这一标准提出了质疑。他们指出，单纯的依靠140/90毫米汞柱的标准，可能会导致许多人被误诊为高血压。那么，到底什么是高血压？高血压的判断标准又是什么？一、什么是高血压？高血压也叫高血压症，是一种常见的心血管疾病。其特点是在没有服用降压药物的情况下，血压在静息状态下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血压的测量由2个参数来组成，收缩压和舒张压，通常以收缩压、舒张压的形式来表示，其单位是毫米汞柱。收缩压反映的是心脏收缩时对血管壁的压力，而舒张压则是反映的是心脏舒张时的压力。医学界对高血压的定义并不固定，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随着医学研究的不断进步和对心血管疾病认识的提高，高血压的诊断标准也在不断的变化。以前140/90毫米汞柱是被普遍接受的高血压诊断界限，这意味着如果一个人的收缩压达到了或者是超过了140毫米汞柱，或者是舒张压达到了或者超过90毫米汞柱，就可以被判断为高血压。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这一标准开始受到医学界的挑战。2. 为何140/90毫米汞柱不再是唯一标准？140/90毫米汞柱这一标准不再被视为唯一和绝对判断依据的原因，主要有涉及以下的几个原因。一、个体差异。在血压这一指标上，人群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个体差异。一些人的血压可能自然偏高，但并不伴随着其他心血管疾病风险，因此稍高于140/90毫米汞柱的血压对他们来说可能并不意味着有明显的健康风险。特别是对于老年人群，由于血管的自然老化和弹性减少，血压稍高于此标准可能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此外，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群，如长期的从事重体力劳动或者是高强度运动的人，他们的血压标准也可能有所不同。2. 血压波动性。血压并非一个静态不变的数值，它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情绪状态、身体活动、饮食习惯、睡眠质量等。例如，紧张、焦虑或者是激动的时候，血压可能会暂时的升高，而在睡眠或放松的时候，血压则可能会降低。因此，单次的测量血压超过140/90毫米汞柱，并不能直接的确诊为高血压，需要通过多次的测量，尤其是在不同的环境、时间点来进行测量，来综合评估一个人的血压水平。3. 心血管风险的连续性。近年来，医学界研究更新了我们对心血管风险的认识。研究表明，心血管事件的风险与血压水平之间存在着连续性的关系，而非简单的安全与危险分界线。这意味着，即使血压低于140/90毫米汞柱，也可能存在一定的心血管风险，尤其是在有其他风险如吸烟、高胆固醇、糖尿病等的情况下。相反，
一些血压略高于140/90毫米汞柱的个体，如果没有其他的风险因素，他们的心血管风险可能并不高。3. 很多因素都会干扰测量血压的数值。有人说了，测血压不就是拿个电子血压表往胳膊上一绑，一摁按钮，语音还能够报出血压数值，还能告诉我们的血压高不高？那你真的错了。测量血压不是那么简单，判断有没有高血压也没有那么简单。如果在测量血压前没有做好准备，尤其是在判断自己有没有高血压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准备再去测量，这样才能够准确的测量血压，才能够准确的判断自己有没有高血压。以下这些情况都会导致测量血压偏离真实血压。比如测量血压时候如果说话，血压会升高5到19毫米汞柱。比如测量血压的时候翘着二郎腿，血压会升高2到15毫米汞柱。比如冬天在寒冷的环境下测量血压，血压可能也会升高5到23毫米汞柱。比如测量血压时，后背或者是前臂没有支撑时，血压会升高2到6毫米汞柱。比如测量血压时，上臂位置如果低于心脏的水平，血压会升高 3.7 到23毫米汞柱。比如最近失眠、熬夜、休息不充分时候测量血压，血压可能会升高4到11毫米汞柱。还有就是我们在运动、憋尿、喝酒、激动等等的情况下，测量的血压都会偏离真实血压。如果您就这样的判断自己有高血压，太过的草率。4. 正确诊断高血压的方法。正确诊断高血压是一个综合性的过程，它不仅仅依赖于单次的血压测量，而是需要通过多种的方法和角度来全面的评估。首先，我们在测量前要避免这些情况：憋尿、运动后激动、失眠、熬夜、饮酒等等。然后休息5到10分钟，而且避免说话、翘二郎腿，室温偏低，后背前臂没有依靠，上臂过低或者是过高等等。1. 多次测量。血压的测量值受多种的因素影响，包括测量时间、个人的情绪、活动强度等。因此，单次的测量所得的血压值可能是无法准确地反映个体的真实血压水平。为了获得更准确的数据，建议在不同的时间点、不同的环境下进行多次的测量。例如，可以在早晨起床后、晚上睡觉前以及饭后进行测量。这些不同的时间点的测量结果可以提供更全面的血压信息，有助于医生做出更准确的诊断。2. 动态血压监测。动态血压监测是一种连续测量24小时内血压变化的方法，可以记录白天和夜间的血压数值，这样可以了解到血压在一天中的起伏情况，也可以发现一些隐蔽的血压问题，比如夜间血压不下降等。动态血压监测对于诊断一些不容易发现的高血压类型，如隐匿性的高血压，特别的有帮助。医生可以根据这些数据的综合分析，更全面地掌握患者的健康状况，从而做出更精准的诊断。此外，这种综合分析还有助于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以更有效地控制和管理高血压。5. 高血压的预防与管理。高血压是一种常见的心血管疾病，如果不及时的控制，可能会导致心脏病、中风等的严重的并发症。为了预防和管理高血压，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均衡的饮食和生活习惯对于控制血压至关重要。建议增加水果、蔬菜的摄入量，减少含盐和高脂肪食物的消费，特别是减少加工食品和快餐。这些食物通常含有高量的钠和不健康的脂肪。为了预防和控制高血压，保持健康的体重也是很重要的，尤其是要避免腹部过度脂肪的堆积，因为这会增加高血压的风险。适当的运动也是有效的方法之一，可以选择有氧运动和力量运动相结合的方式。每次运动时间不要太长，可以用高强度的间歇运动来提高效果。同时，力量运动也能够帮助降低血压。除了饮食和运动，减少压力也是降低血压的关键。长期的压力会导致血压升高，
所以要学会放松自己，可以利用冥想的方法来缓解紧张的情绪。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工作的场所，都可以找个时间闭目养神，这样不仅可以降低血压，还可以激活大脑，提高工作效率。此外，我们需要定期进行体检，定期的监测血压对于早期发现和管理高血压至关重要。即使没有症状，成年人也应该定期的检查血压。除了血压，还应该定期的进行其他的健康检查，包括血脂、血糖等，以评估心血管疾病的整体风险。总之，高血压的诊断不应仅仅依赖于一个固定的数值标准，医生和患者都应该意识到，血压的评估需要一个全面的动态的过程。通过正确的诊断方法和合理的生活方式调整，可以有效地管理高血压，减少误诊带来的不良影响。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也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